就是当这个木头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会看2-3天，可能那一刹那间动念，你就从那边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发展。用理性的设计实现别人的梦想，用感性的艺术雕刻自己的生命。纵横中国景观设计界数十载，在走遍千山万水后，他选择在疫情期间沉淀下的100余件手作木雕与斑斓画布，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他的个展《忽然而已》当中。让我们走进德兴的世界，看他如何跨越理性与感性，游走于设计与艺术。德兴你好。你好，老朋友你好。首先呢，我要恭喜你办了这个个展。你为什么会用忽然的来作为个展的主题呢？首先，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当然它是出自于庄子的《北游篇》里面，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世间所有的事情，瞬间而过。我觉得其实每一件作品都是你一次的动念，它都是忽然而已。那后来你进入了中国的市场，你也进入了那个景观设计的行业。那你可以谈一谈，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进入这一行？我从小呢，其实我是喜欢画画。到了我大概18岁的时候，我就会在考虑我未来什么东西能够支撑我的生活。精神这块我倒不担心，从小就不担心。但是呢，面包那一块，我是以设计为主线的。那个是对我来讲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有很多艺术家，他为了市场或者的需求，改变了他的创作的那种意图。所以我始终保持就是设计跟艺术2条路同时走，那么我就变成可以，我爱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设计不行啊，那个是服务性的。但是艺术呢，你就可以更天马的、行空的去创造你想创造的东西。你会画得更自在哦。这也算是一个生活的平衡吧。是，严格讲就是面包与精神的掌控。那么在你要取得你的面包的那个过程，你会不会有一些挣扎，有一些某些要求不是真正你的想法？我觉得设计这2个字啊，就如鬼谷子所说，心人得意，人见其术。所以为什么最早的公司起名叫得意？这得意这2个字是来自鬼谷子里面的这句话。只要你的心完全能够归意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应用自如了。所谓设计，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计谋。设计呢，首先你必须要阅读投资者本身，他的梦想是什么，然后你去帮他把那个梦给实现出来。如果你不了解对方的话，你是无法跟他设计。有很多设计师他们过于坚持自己，那也有很多这些投资者本身呢，他们又坚持自己的立场，双方的那种企图心也好什么呀，你要揣摩得很好。这个就是鬼谷子的揣摩篇里面就谈到这个东西，如何把2者之间的最好的东西给展示出来，而不是坚持一面的主观意识。当然对于我来讲从来没有断过艺术创作，但是呢它又相辅相成。你在设计的时候，如果你这方面的底蕴的话，你设计出来的东西肯定会更精彩。
然后你在画画的时候呢，是因为设计的其他的这种结构性的或者这种很理性的东西呢，它也会反光回来补助你的艺术创作。这两者有审美艺术的那种语言是相通的，是相通的。我觉得绘画它像散文，散文它本身就是你要对地方的人文景观所有的这些历史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你才能够写一篇好的散文。绘画之后你要建房子啊，那建筑呢，我觉得呢，建筑就比较像小说，整个建筑本身，然后光从哪里进来，然后你经过大厅也好，经过厨房也好，加上这个室内设计的话，从所有的这些，你就可以感受到所有的文化背景，它的生活空间，你都能够很清晰的看。所以我觉得建筑跟这个室内设计，它就要像小说那样的细腻了。建筑之后，那么外面的这些景观设计，园林就像诗，可能这个挑出去的地方，它要沿着水边，那水呢的边上，可能要种一些柳树也好，那垂下来，它的整个可能一棵，也有可能一排，但是它的那个意境就出来了。因为树本来就是树，是因为你没有把它种在对的位置，所以园林景观这一块呢，就像诗一样，它用最精简的文字，但是它的气象很大，所以这个是我对设计跟艺术之间结合的理解了。在疫情那几年，因为我们都不能够到处乱走，那时候你也回不了海南岛啊。可是呢，你在那几年反而是你创作了很多今天我们在这个展览厅看到的作品，我去你家我也看到了这些一直在增加，的量一直在增加，而且我也知道呢，你的材料是从在新加坡路边、海边朋友送，所以你拿来的材料都是好像顺手捏来，那你就看着这个木头，你就有灵感。你可以谈谈你那几年创作的心理路程。新加坡有很多好的木头，一向来我们都是标榜花园城市，新加坡很早在这块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环境的开发没有办法，它一直在变迁嘛，它就必须要去掉一些树，或者甚至整棵都砍断。那么这些木头呢，它去了哪里啊？我们就一直在担忧的问题了，没有好好的二次循环，所以甚至到最后呢，它被缴税做肥料。但是那些有很多好的木头的品种，很早就想把这些木头拿来好好利用，直到了COVID的那段时间，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朋友就开始说：“哎呀，老哥，怕你寂寞啊，拿几块木头给你玩玩。”然后我就没事嘛，又不能出门，然后就在家里开始玩。哪里知道越玩就上瘾了哦。上瘾的同时呢，还有朋友园林方面的，他们常会砍树。然后就把那树头啊，包括木桩啊，种种那树根，千奇百怪的都有了。因为只有他们才有，他们是第一手供应商嘛，而且免费，还帮我清理了之后送到家里。所以在这5年里面，我就创作了100多件的大大小小的木雕。在这些木雕里面呢，你放最多能量
和精神的是哪一个作品？我老实告诉你，每一件作品创作的时间不会太长，就是当这个木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会看2-3天。项目，我把它称为项目，就是看相的项目，然后在那边慢慢走进去，这个就有一点像日本的场中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师傅在那边雕佛像还是什么的，然后有一个人经过就问：“哎，师傅，你在雕菩萨吗？”他说：“不是，我是在木头里面寻找菩萨。”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我可以一直在看了2-3天，可能那一刹那间，突然之间动念，你就从那边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你说哪一幅作品我花比较多心思，其实我觉得过程都一样，但是当然有一些你会比较偏爱的嘛。那偏爱的是因为你注入的一些观念啊，有些它可能描述的是很轻描淡写的，比如说一只狗在那边嗅那朵花，因为它要描述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精简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就相对的比较复杂了，比如说有一些包括那一件大件的，我提名为哲学家，那件作品可能比较喜欢的，或者可能是最喜欢的都有这个可能。我追求有一天我就像这件雕塑一样，可以说我比较喜欢的原因是我综合我对我的美学的看法啦。那你刚才讲的就有点像是摄影机拍下，那一瞬间那种感觉，这个就是忽然而已。对，那不过你这个忽然的需要，可是你就要花多一点力气。是，在画布上跟在雕一个木刻的作品，就是说你在创作的那种心情和过程有什么不同吗？我觉得两者各有它的难度，因为 3D 本身，它本身就是，比如说是一块木头的话，它本身就是有那种形体，但是画的话，你要去塑造，你要通过颜色，通过很多东西塑造它成为那个很坚固的东西的时候，它展示的张力不一样。有一点呢，我是很明智的啦。当时我搞这个木雕的时候，我前面3年，我的木头全部都是素色，我不敢上颜色，因为我们是画画出身嘛，所以我们对颜色、对这些表现形式，我们已经掌握到了很强的基础了。如果我过早呢，把颜色注入在那个木头上面的话，我很快就达到目的了，美的目的。但是呢，可能我对雕这一块，我就丧失了很多。所以我雕到第3年的时候，我才上色。等到你雕到3年之后，你再上色的时候，你会发觉，因为你的形体 3D 的那种效果已经掌握得更成熟的时候，你上颜色去丰富它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作品就如虎添翼，更精彩。那你接下来，你今年67，那么接下来的5年、10年，你会继续的创作吗？你有什么计划？我觉得这次展对我来说是一个交代啦，因为你要办一个这样的展，其实挺劳民伤财的，也是不是轻易就能搞的，花的时间会很长，但是呢，我可能很快的，
又再次出发了。你的这个出发是什么意思？所谓这个出发，就是你肯定会再继续延续你的艺术生命，继续保持创作，而且尽可能每一次都保持最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我对自己倒是挺有信心的。那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吗？因为我也是挺相信命运的啦，你做的每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有原因的啦，所以搞不好下一世你是艺评家也有可能，你都不需要画画。因为我年轻我也想过，你画画，你这一辈子也能够画多少，能够创作多少，那么也就是你而已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艺评家了，你可以欣赏无数艺术家的作品，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啦，所以很难说下一次。我觉得你可能是变成是一个文学家、小说家都说不定。对，可能只要说活着，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自在，活在当下的同时，我觉得要活得有血有肉，是到最后一口气。好吧，就希望这次画展圆满的举办下去，那么希望你的作品也能够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展出，发扬光大。对了，发扬以前我们传承。发扬以前我们在 SBC 那种精神。